他名叫南破刚，少年已带有桀骜的气息，家族里每个人都是顽强不屈的斗士，周遭人都说他是干叶地区最不可小觑的猛者。他的母亲曾是千叶地区赫赫有名的女领袖，他的妹妹酷爱骑行，偏爱那些风度翩翩的男士。他名叫令子，也随家风，豪气干云。他的大哥曾在城南立下赫赫战功，在年少时他就已经在关东立下了不凡的威名。父母从小就教他正义坚定，就算是孤身挑战群敌，也要勇往直前，凯旋而归。今日他迈入高中的大门，开启新篇章。亲友团齐聚一堂，为他助威加油，为他定制了无敌的战袍，心中自豪。他期望儿子能在全国范围内所向披靡。他就这样开始了征服全国的旅程。随着岁月流转，他逐渐掌控了千叶地区的重要势力。他看着街上行人，感受到自己与众不同的存在，便私下里更换学服，隐藏自己的身份。1年前，他在一次战斗后的休息时光中，耳边传来情侣的甜言蜜语，心中泛起了波澜。他没有选择哥哥曾经的战场，而是选择了一个不同的地方。在他眼中，那里才是理想的高中所在。当他与人介绍自己的过去时，曾就读的万田国中令人震惊，周围的同学都投以同情的目光，猜想他在那3年里一定饱受欺凌。那个外表丰满的女孩名叫守田，她是藤田的朋友，对这位坏坏的刚，她似乎有着特别的好感。即便在游戏中，母亲的心也飘忽不定，担忧儿子会受到轻视。哥哥则表示，只要他不把高中搞得天翻地覆，就算好的了。课间，一位金发少年挑衅，要他下跪，却被他轻松制服。为了保持低调，他只好暂时顺应形势。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两人反而成了好友。出于某种原因，这个少年今天才开始他的不良之路。他名叫岛崎，一听道刚的姓氏是南破。阿刚的父亲曾是关东地区的霸主，传奇般的人物，渴望成为那种令人敬仰的强者。阿刚此刻尚未揭露自己的真实身份。放学后，岛崎邀请他去享受晚餐，却意外被他的初中同学目睹这一幕。在那些日子里，阿刚也曾遭受欺凌。阿刚正欲出手，却被旁人劝止，其他学生都选择了视若无睹。回家时，哥哥好奇地询问他的一天经历，注意到战袍上沾染了血迹。父母见状，为儿子的首日战绩感到自豪，全家人共同怀揣着一个梦想，统治全国。第二天，岛崎开始模仿他的行为，随意涂鸦了一些看似无厘头的词句。阿刚和藤田一同加入了美术社，要成为社员的先决条件是画出社长的肖像。出人预料的是，画作竟然惟妙惟肖，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放学时，岛崎再一次被人带走，阿刚不打算再次插手，但藤田已经悄悄地去营救了。那些不良少年见藤田颇有姿色，便起了轻薄之心。阿刚轻而易举地解决了麻烦，对他前方的男子充满了崇拜。藤田在表示感谢的同时，言辞指责了暴力行为，接着便唠叨不停，好几个小时如一日。特别是那个刻有杀字的口罩，那是母亲最为满意的设计。事情刚平息，又有一名男子出现，他的名字是武代。他通过观察确认了阿刚的身份，之所以迟时才出现，只是为了寻求一场公平对决。然而那些人又回来了，既然如此，便约定下次再战。阿松在遛狗时嗅到了大哥的气息，这下子有趣了，悄悄地尾随在后。这条狗竟然能说话，顺着气味找到了学校。原来阿刚一直很热爱画画，然而家庭环境并不支持这份爱好。阿松目睹了这一切，认为这是对家族的背叛，重大至极，立刻掉头回家报告所见。但他只能急切地叫唤，人类无法理解，他的妹妹正在直播，大哥没空搭理他。家人围坐用餐时，把校服展示出来，哥哥难以置信，弟弟会安分守己地成为一名学生，以为阿松是偷来的校服，解释无济于事，无法表达。但哥哥在他叫时似乎明白了，阿松内心痛苦，只得离家出走。阿刚对之前遇到的武代念念不忘，甚至产生了幻觉。哥哥察觉他心神不宁，递上月饼，暗示着苦中作乐的哲理，深意是无论如何都能回到原点。为了不牵扯他人，自行挑战对方。旁边的武代提到是旧日同窗，之所以未揭破阿刚，是出于对他名声的尊重，只愿意1对1的公正对决。阿刚接受挑战，但要先更换服装，避免被其他学生目睹。武代与那群小混混并非一路人，虽然能力过人，也难敌众多对手。阿松正巧目睹了这一幕，感到自尊受损，猜测阿刚又交了新朋友。次日返校，藤田为阿刚绘制了一幅画作。周末美术部安排户外写生，由于非正式场合，可免于穿着校服。阿刚感到困扰，自己只有奇特的装束，恰巧在桥上遇见武代。武代诧异，疑惑阿刚何以选择白百合高中，本该轻而易举的统领此地。阿刚坦言自己不适合混迹不良少年，只愿过上普通人的生活。遗憾的是，家族皆是黑帮头目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对方。
阿刚拉着五代一起选购衣物。写生当日，两个小混混嘲笑藤田的画作，正准备驱赶他们时，发现是自家兄长。原本他们都将离去，藤田却坚持要他们道歉。哥哥虽统治关东，却有明确的道德界限，犯错便须认错。用餐间谈到了公园里的勇敢少女，旁边的男伴却显得懦弱无比。父亲接话，批评那种男人最无能。藤田遭遇了一个小困扰，手机费用欠下了一笔大数目。巧合的是，胖妹手头有悬赏阿刚的通缉令，悬赏信息能换取一笔丰厚的奖金，尤其是那位年级霸王胖子，等着高年级毕业后成为校园霸主。晚餐时，顺带邀请五代到家中共餐。阿松叫个不停，五代的大哥被二哥救，要好好表达谢意。家人还不知道他并非就读世松高中，而是就读于对街的白百合学校。家中人喜爱分量超大的美食，上菜方式豪爽不拘小节，初次尝到的炸鸡块格外美味。五代的父母在他幼年时就离异了，电视正播放他母亲主持的烹饪节目，热情洋溢。家里以为他准备好洗澡谁与房间，五代没曾想到关东霸主如此和蔼可亲，这颠覆了他的既定印象。两人深夜倾诉了许多心里话。第二天，学校里人人都知世松悬赏阿刚，藤田决定采取行动以偿还手机费用。放学后，藤田邀请岛崎一同去打保龄球，阿刚气得嘴都歪了，悄悄尾随其后。藤田打算利用岛崎作为诱饵，吸引世松的人出现，届时战袍男会出现营救，再趁机捞取悬赏的10万。虽然他们出现了，但对方并不知情。观察片刻，发现只有阿刚从洗手间回来，而且初见战袍男时，阿刚并未在场。再联系他们说话的口吻和方式极为相似，确定战袍男正是阿刚，以毒仙女的名义再联络世松一伙，提出面交。阿刚绝不会坦诚，故意挑衅街头小混混，结果被带至世松的地盘，遭到胖子的痛击。藤田最终也未获利，一旦阿刚动手，他的学生生活便告终结。五代得悉后换装赶来援助，幸运的是警察最终及时到达。这位冲动的女孩险些害人害己，五代的旧伤尚未痊愈，又添新伤。阿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，为双面生活的无聊自感羞愧，后悔告诉五代战袍藏匿之处。五代醒来时表示这是对吃炸鸡的回礼。阿刚回家后连饭也无心进食，决意为兄弟洗雪耻辱。学校里人人皆知藤田为钱出卖了阿刚，遭人背后指指点点，后悔的他依约与世松一伙见面，坚称不认识战袍男。世松一伙即便得知战袍男消息，也不打算付款。阿刚怎能缺席？粤菜大战一触即发，一击决胜，夺下胖子的拳套，将内部钢板折弯，试了服役去。带阿松探望五代，母亲直言警告不要带坏孩子。五代反驳自己的母亲，称其管太多，反被阿刚严厉教训。五代母亲的料理功夫确实名副其实。暑假最后一天即将结束，藤田电话中唤阿刚，他丢下朋友急忙赶去，剩下的两人无视，继续垂钓。岛崎误以为五代即战袍男，刚刑满释放的国中同窗真宫来寻五代，察觉形势不对，急忙叫岛崎离开。这次不是来围殴，而是寻求合作盗窃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与老同学重逢后，他变得格外古怪。那些曾经的日子，五代与真宫肩并肩战斗过，但理念分歧导致了矛盾，贫困迫使人做出违法之举，脸上疤痕是往昔五代意外所致。阿刚对1个月前的事耿耿于怀。一群混混正准备斗殴，意外将小孩撞倒，藤田斥责那人无脑如大猩猩，正欲出手，却被千鸟大王丸制服。夜晚二人一同归家。暑假期间，藤田努力工作，送给阿刚一整套话剧，作为对出学期余刑的补偿。美术部想让阿刚的作品参加比赛，面对竞争对手学校，千鸟得悉世松2年级头目被击倒住院，他们转而瞄准了世松3年级的头目。大丸却对这些毫无兴趣，心中只有藤田，伺机质问阿刚与藤田的关系。得知是弟弟后，认为无足轻重。阿刚面露尴尬，提及战袍男总在藤田危急时刻出现，大丸还未回答，就被世松的人发现，只得仓促逃离。次日阿刚会话时，两人再次相遇，询问他对藤田的执着。大丸问道：一见钟情还需理由？反指阿刚对他的情感溢于言表。两人共谈对藤田的欣赏。大丸本想上普通高中，自己学校曾经还不错，不良少年横行，不得不随兄长混迹。双方达成君子协议，公平对决，追求藤田不得作弊。回家后，红色颜料在脖子上被家人发现，收获了家人的认可。看来今年收成颇丰，阿刚也只能默不作声。岛崎日复一日为五代擦洗车辆，被真宫带人绑走，只剩下手机。原本想请阿刚帮忙，见他忙于比赛，遂未开口，将手机交给他后便离去。岛崎决心坚持到底，宁可挨打
也不透露兄长行踪，因为兄长尚未正式承认他为弟弟。阿刚无意触碰到其的手机，意外看到了殴打视频，心中忧虑难安，借故离场。真宫的性情之变，源自父亲是杀人犯的背景及其酗酒暴力的行径，这使他对人际关系异常敏感。过往的斗殴曾是快乐的释放，是遗忘烦恼的避风港。更荒唐的是，老师竟告诫不可拖后腿，因为你是出身名门，而我不过是杀人犯的后代。五代一拳击打，让他别自怜。你是向那些嘲笑者低头，而我从未用那样的目光看你。阿刚在更衣间换战袍，被大丸目击，恰逢黑帮寻真宫算旧账，任务完成，不告而别。大丸目睹了一切，美术部人去楼空，社长怒不可遏，解释未果，沉默者不配留在美术部，遭到开除。真宫顿悟，过分在意旁人目光，轻视了挚友，感到自己愚蠢，解开心结，重归旧好。大丸找上阿刚，质问之下挥拳，不解为何要对他和藤田撒谎，哪有爱好绘画的不良少年？这故事谁会信？阿刚坦言有隐情，并非故意欺瞒，长期隐瞒也非长久之计，终会伤害到每个人。家人看着受伤的阿刚，反而鼓励他，认识到继续欺骗只会害了所有人。藤田与阿刚偷听社长谈话，社长稍感昨日过于冲动，欲邀阿刚复归美术部。大丸虽直率而忠诚，两人实力相当，难分高下。待双方俱伤之际再做收场。五代斥其愚钝，未察觉两人均已落入圈套。绿衣男讥讽大丸过于简单，因不解尊长之意而陷困境，唯有跪求方能获得宽恕，否则大丸将面临手指折断的后果。阿刚借机发泄心中的不满，大王中悟阿刚未曾欺瞒，家人对其在普通高中就读并不知情，深刻体会阿刚所处的困境，对之前的苛责深感歉疚。设计陷害五代之人终现真身，原是世松高中的学生假冒。次日一早突提要钱购物，家人误以为其已成霸主，因母曾言霸业成则满足所愿。阿刚澄清尚未至此，避免追问，决定不再提及。实际上是教科书费用不足，在此期间阻止一位初中生行窃，该学生未能识出阿刚，原来他正受到威胁。故事回溯1年前，阿刚与小哥皆在万田中学相识，两人曾简短交集。小哥名叫关口，同学光夫索要5万日元，不惜盗窃或抢劫以筹集，即便盗取母亲钱包也不择手段。阿刚暗中尾随，初见面未能相认，直到戴上假发，才知晓是初中时的同窗阿刚。关口未料阿刚能成功入学，因当年入学的分数线极低，关口功不可没。那时候同学们嘲笑他的努力是徒劳，唯有关口持相反看法，从而激发了学习的渴望。阿刚自信满满，准备接手解决问题。关口的笑容洋溢着满足。阿刚身披战衣，准备迎战，锁定目标，准备行动。光夫不亲自动手，操纵他人为他效力，利用金钱收买手下。光夫从不直接参与，此类人格险恶，较之金钱驱使的不良更为卑劣。这少年开始撒谎，遮掩自己的不足，学识不及关口，只能采取欺骗之道。光夫惊恐至极，急忙至医院道歉。不解期间，你无财富，何以获怪物相助？关口如同换了个人格，变化巨大。有意之名解释了一切，缺少这样的友情，难以理解其深意。险恶之客造访家中，气氛诡异，连阿松本人都感到不安。父亲与兄长却赞其能力，连年长者都畏惧。适逢用餐时间，情景仍旧熟悉，喜爱的炸鸡块，味道如昔。长毛诚恳响应，自称忠实小弟，对阿刚的敬仰浩如烟海。镇内久名声显赫，竟是3年级之霸。阿刚满腹狐疑，质询之，镇内久半真半假的开玩笑，对家中力量的秘密有所领悟。美食的力量，炸鸡块的诱惑难以抗拒。哥哥也颇有见识，洞察非凡，从细节判断非等闲之辈。次日家庭会议上，老师、母亲、妹妹3方对坐，是否缘分或命运的捉弄？3个孩子皆出自同一教师之手，妹妹的国语尚可，其他科目却是一片狼藉，数学更是一筹莫展，交白卷。母亲坦然，认字便已足够，非要以死读书论成败。生活中更多重要事宜，老师与这家人日常交流，从容应对，对曾经的阿猛印象尤为深刻。妹妹在未来的路上彷徨无措，直播生涯无法持久。阿松陪伴妹妹散步时深有感触，男生默默地跟随在后，实则仅是巧合的同路，沿途不慎遗落了书本。那位男生名叫佐藤，因妹妹数学成绩欠佳，他主动提出辅导，两人似乎彼此有好感，分别时交换了联系信息。阿刚从五代那里了解到，镇内是当代最为强悍的存在，流言蜚语称其拥有5位职场女友，日赚40万，将资金投入股市，轻松赚取1000万。不止于此，
他还能一次性吞下150颗饺子。发生在这个小餐馆中，阿刚好奇打听1年前的斗殴事件，与女友约会偶遇附近帮派争斗，一名愚蠢的家伙不慎将滑板砸中女友，他随即挥拳将30人重创。没人能揣测他的心思，只知道得小心行事。五代挺身而出，向镇内表明立场，要想对阿刚动手，先过他这一关。镇内即将毕业，计划以对阿刚的战斗作为结束。次日访问美术部，对藤田的绘画大加赞赏。旁边的阿刚又起了醋意，离开时提出挑战，伤愈后勿忘约战，否则将向藤田揭露其身份。1个月后，3个孩子在餐馆讨论圣诞礼物，妹妹事先匆匆离去，父亲察觉女儿似有隐瞒，近期归家时间异常晚，母亲也感到事有蹊跷。妹妹坚称一直在勤奋读书，令全家人大为震惊，包括阿松在内。大哥嘲笑妹妹连笔都拿不稳，何谈读书？阿刚对此表示理解，母亲却直言不讳，认为妹妹平时做事没有恒心，此次亦必将半途而废。父亲则对女儿的热情表示心疼，认为尝试一下也无妨。大哥追问妹妹的行踪核心问题：你去了哪里？与谁相伴？妹妹提到的是朋友，全家人对此兴趣浓厚，猜测外面定有那男孩的身影，索性让他来家中一趟，好让我们见识这位少年究竟如何。不引荐便禁止他继续读书，妹妹无奈只好同意，提出家人得扮作平民，以免尴尬。父亲与兄长见面即编故事，气氛一度陷入尴尬僵局。硬说母亲是美国人，妹妹无法忍受，吐露真相。佐藤早已对她家庭背景有所耳闻，踏入家门，感觉似乎普通，但阿姨的金发显得格外醒目，令人分辨不清这是否黑帮之家。而令子并非笨蛋，他以更巧妙的公式解题，或许他真有天赋。妹妹亦确实渴望学习。父亲被感动，泪流满面，坚决不让他们夜晚外出，改为在家自习。阿刚购得礼物后赶往小镇，不言而喻地展开战斗。原来他所追寻的是阿刚的哥哥，1年前哥哥为有复仇，独自一人挑战世松，一拳击倒了当时的首领。但在阿刚家，他感到惊讶，昔日关东之最竟在1年间变得如此沉稳，誓言要将阿刚击败，以唤醒昔日那位硬汉。阿刚对此嘲讽，认为对方无法触及他哥的境界。2人边战边谈论生命的意义，实力旗鼓相当。分别时询问阿刚对爱情的幸福感受。孩子们回家共同送上圣诞礼物，将父母辉煌岁月的照片精心装裱，这些照片承载着他们年轻时的斗志与回忆。小镇的这场战斗终于让他觉悟，决定追求自己真正的梦想。阿猛最后提问，与阿刚的战斗感受如何？他是否有征服全国的潜力？镇内认为他差不多具备条件。对阿刚而言，征服全国也许并无实际意义。五代挑战151颗饺子并获得胜利，五代成为小餐馆中无人能敌的大胃王。时间流逝，日复一日，美术部主席毕业离去，西田好友顺畅继任。阿刚升为副部长，毫不迟疑地通知了初中老师，老师深谙阿刚复杂的人生，暗中为他守护这个秘密。直至高1学年末，阿刚以其无匹的力量，实际上统治了千叶。17岁的藤田渴望一个男朋友，若能即刻相逢，他将毫不犹豫地开始交往。新学期带来新面孔，那位加入美术部的美丽少女名为牧野弥生，前任主席仍对大家念念不忘，常常回来探望。本周准备参加横滨的写生大赛，与朋友共餐之际，阿刚吐槽藤田的追求者日益增多，一旦他突然恋爱，他将不知所措。五代颇受女生青睐，有时会与女生共进晚餐，或者一起看场电影，但目前还没有女朋友。回家后开始撰写情书，第2天放入藤田的储物柜，信中表白一直很喜欢他，并说有话明日告诉他。写生活动当天，母亲误以为儿子正向神奈川进发，既然要去打斗，哥哥便让他穿上战衣。父亲也走出来为他加油。2人正准备讲话时，藤田构图的景点却被不良少女挡住。争执之际，神奈川最强帮派出现寻衅，看到对方对女孩动粗，藤田忍不住要管闲事。事后，那不良少女一直跟随着，下跪求助，请求阿刚帮助他们变得更强。这时，新任帮派首领到场，不就是美术部新来的学妹吗？那群不良少女单方面约定下周日在码头仓库见面，若不出现，我们将遭殃。原来他们准备下月与之前遭遇的帮派开战，唯有增强自身，才能守护牧野老大。每次面临危险，必有他出现在场。误以为那份无名的情书出自战袍少年之手，阿刚无言以对。如此，阿刚成了笑谈。五代指出，战袍少年不就是阿刚本人？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？牧野自那日起先至美术部，藤田请求阿刚探明缘由。牧野看似温婉，其实野性难驯。大战在即，誓要胜利。阿刚询问他们的恩怨究竟为何，
正谈及此，一名成员遭暴打，起因追溯至1年前，牧野的父母宣告离异，母亲很快便找到新伴侣，家中无处容身，独自漫步街头，遭遇不良少年滋扰，幸有麻衣初代首领及时施救，其他女孩各有类似经历，当时团结一心，其乐融融，直至光一现身，在当地人眼中，他是强者，曾是众人的骄傲。然而此人似乎精神异常，一旦发狂，无所不为。自那以后，群体感到恐惧，遂请求与之分手，结果遭到痛打。1个月后，那男子将返回此地，因其危险性，母亲便将其送至千叶，并加入了美术部。阿刚疑惑，为何还要返回？原来麻衣初代首领原本打算解散组织，但牧野想念与伙伴共度的欢乐时光，决意成为2代首领，保留这份纽带。他告诫阿刚不要插手，自己会找到解决之道。就餐时，家人质问何时能够统领神奈川，已是数星期，对你的所作所为一头雾水。阿刚暗示不急于求成，妹妹洞悉谎言，直言你定是去约会。家人笑言一起约会也未尝不可。妹妹接着说，二哥今天回家的表情很沮丧。母亲戏谑道，肯定是恋爱失败了。父亲和哥哥认为，女性确实难以捉摸，他们往往不愿吐露真心，哪怕悲伤时也只是自我安慰。哥哥的意见是，女性遇难时应及时伸出援手。女孩为他送上了一件崭新的战袍，初代领袖麻衣也来致以问候。然而阿刚的目的是劝他们解散为妙，互相同情并无实际意义，即便战斗取胜，人生亦无大改善，不如专注学业与恋爱。这群人仍有些迟疑，不愿听他训诫，便离开了。哥哥也在此地与女友幽会，恰巧目睹了这一切。麻衣与阿刚持同样见解，但当他们最终想清楚欲解散之际，那男子出现了。得知情况的牧野赶去救援，阿刚目睹了这一切，距离遥远，不知确切地点，只能请求5代援助。阿刚实在不愿目睹女性遭受伤害，一心寻找牧野。终于如愿以偿，女孩们被打得遍体鳞伤，牧野只能无力的旁观。终于，女孩们决定解散，该学习者学习，该工作者工作。牧野表面不甘，内心却释然。哥哥似乎理解了弟弟的意图，并未多言。阿刚在努力统一全国的同时，一开始角逐学生会主席。上学期还是个问题少年，战袍少年声名鹊起，全国各地均有挑战者，若置之不理，将波及2校学生。为助阿刚竞选成功，5代挺身作盾，最终以233票胜出，当选学生会主席，同时称霸了茨城。妹妹这半年勤奋学习，决心考入二哥就读的白百合高中。开学之日，妹妹无聊地玩弄着头发，二哥被老师叫上台发言，猝不及防，幸亏他以夸张的肢体和语调成功应对。新任校长对学生会主席阿刚并不满意，目前面对的困境确实棘手，挑战者不减反增，势头愈发猛烈，已经成了全国问题少年的眼中钉。学生会的压力加上妹妹的状况，令人头疼。阿松这条狗比人类还要爱八卦，学校里竟出现一个与二哥同名同姓的愣头青。妹妹染发后，裙子过短，引来老师的检查，一查发现原来是学生会主席的妹妹，而且地址一模一样。这一切太古怪，必须调查清楚。反正对面就是各个学校，5代一人肩负起所有重大责任，左右逢源，处处应对。新生也来挑战，一个人忙不过来。就这样，2个女孩带着疑惑成为了朋友。身份泄露只是时间问题，学校掌握了她和妹妹的所有信息。妹妹难以接受这样的哥哥，甚至不愿面对这一事实。妹妹第一次如此沮丧，始终想不通二哥怎么会变成这样。大哥安慰她说，人生难免有低谷，有心事随时欢迎找他倾诉。新校长规定每月底进行测验，不及格者必须补课，如果不及格人数超过社团的30%，将停止社团活动。同学们都不愿意，校长也不愿见阿刚。美术部有一半的学生不及格，牧野本就是小混混，不及格在情理之中，但没想到连藤田也没过。棒球部情况更糟，有80%不及格，其他社团也是一样。既然如此，阿刚便开始教这些笨蛋，道其愚笨的可怜。牧野对阿刚情有独钟，藤田埋怨自己不该抄袭作业，其他人学不会，打算退出社团。阿刚宣布，还有1周时间，如果到时还是考不好，定会寻求其他解决之道。妹妹渴望了解哥哥的一切，5代催促她自行寻找答案。成绩公布了，但未达到期望的分数，多数社团面临被禁止的命运，美术部却意外的安全了。阿刚表现出了不满，向校长直言这一做法是错误的，以成绩作为社团生存的威胁，实质上是种恫吓。学校生活不仅仅是学习，社团活动同样是重要的组成部分，校长却无动于衷。阿刚因此决定向校长发起挑战。
同学们纷纷支持加入，最终校长无奈妥协，内心却对阿刚怀恨。牧野为消除兄妹间的隔阂，计划促使阿刚与妹妹对话。此刻一群不良少年前来找麻烦，将两人带走。得知情况的阿刚骑车紧追，这一幕让人回想起孩提时的场景。二哥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。用餐时，妹妹质问，为何宁愿对家人撒谎也要做此事？若遵循家人期望读世松，必定会每天打架，浪费时光。尽管擅长打架，但仍然想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对所做决定并无悔意。次日，妹妹换上可爱的装扮，决定支持二哥。时光飞逝，转眼又是1年。阿刚即将前往广岛进行毕业旅行。3位朋友购物后，准备去玩保龄球。在大丸偶遇老同学水野，他显得很不耐烦，匆忙上班去了。话未几句，阿刚与妹妹的关系终于恢复如初。大丸曾深深喜欢这名女同学，在外等候多时，追问她为何在风俗店工作，是否遇到了什么难题。得知水野在国3时，母亲再婚，继父是个恶棍，不太明智的哥哥力图保护家人，殴打不断成了日常。终于一家人逃离了那个地方。哥哥沉迷赌博，输掉所有积蓄，债务累积至700万日元。为了偿还债务，他被迫来到此地。五代立刻意识到是暴力贷款，他建议立即向警方报案或寻求律师帮助。那人名叫安藤，报警似乎无济于事。他还是一名中学生，不只是有个不良父亲，还自诩为西日本最强之人。为了心爱的人，大丸下定决心前往广岛处理此事。无钱时就跪地向五代求借。就这样，他们3人来到了广岛。安藤的父亲对这个儿子不满，整日只懂打斗，不知道如何挣钱。抵达谈判的场所，水野的哥哥竟是安藤手下的小兵。解决办法很直接，只要大丸能赢，债务便一笔勾销，还保证不再靠近兄妹俩。对手不讲究武德，动用了武器，对方根本不可能遵守诺言。五代愤怒的一脚踢翻对手。安藤正赶上有事，约定次日再战。与此同时，阿刚已抵达广岛，整理行李时，意外发现自己的行囊中有战衣。原是大哥有意安排，夜里先是讲鬼故事增添气氛，然后盖着被子细语聊天。第二天，岛七七突感腹痛，送他去医院时偶遇满身伤痕的五代。为不破坏阿刚的毕业旅行，两人决定保守秘密。大丸感到自责和无力，未能守护住心爱的女孩，甚至一拳也无法击中对方，感觉自己毫无用处。阿猛与邻居大婶一起尝试赌博的乐趣，在门口抽烟时，大婶遭到2名恶棍的狂暴殴打。五代为了兄弟情谊，单独前往找安藤算总账。大丸紧跟其后，不离不弃。阿刚决定不能置身事外，正打算加入行动，目睹有人向藤田告白，情绪一落千丈。同伴们包括水野的兄长都遭受了毒打，伤痕累累。安藤的黑道背景显露无遗，这一次连阿刚也遭遇殴打，但主角的幸运光环显灵，他站起身来，一拳就把对手打倒。大丸不忍心让自己的问题毁了毕业旅行，阿刚坦白说自己原本就对这旅行提不起兴，随后戏谑让大丸抓紧时间表白。安藤的不败记录被打破，试图用金钱翻盘，正好用那700万抵消债务，最终以和局告终。所有人都喜笑颜开。辅导老师巡房时没有找到阿刚，同学们为他编造借口，但老师显然不相信，今晚决心要揭开真相。藤田非常关心。就在此刻，阿刚捂着脸回到了房间，随便编个理由暂时混过去。第2天面临停学的处分，安藤在广岛的失败成了网络热议的话题。父亲想都没想到，儿子的旅行不仅没耽误，反倒在广岛小有成就。辅导老师打来电话，幸好没有被揭穿真相，一旦真相大白，可能连命都保不住。幸亏五代成功拖延了时间。面临高考和就业选择的高3生阿刚，如果选择升学，这种双面生活势必无法继续，还不如趁被发现之前向亲朋好友坦诚。大丸梦想成为一名医生，五代打算去世界的另一端旅行，唯独阿刚仍旧彷徨不定。他的绘画技艺在这3年中突飞猛进，前社长建议他考美术院校，阿刚心有所隐，计划一边工作一边将绘画作为业余爱好。社长劝说，仅凭兴趣已难满足你的渴望，不要在追梦路上妥协，否则将来必将悔恨。回家后填写志愿，所有选项都与美术相关。正要开口，父母的话语又将他打断。身边的朋友催促他不要再隐瞒，迟早要向家人坦白真相。哥哥帮忙递衣服时，无意中看到了阿刚的未来规划，惊得目瞪口呆，立刻去找五代，希望他能说出实情。阿刚打算第2天对家人坦诚一切。这时恰好遇见哥哥，哥哥气急攻击，一拳打在了试图劝解的大丸身上。五代虽然还能描几笔，阿刚把一切都说了出来。从高中入学到现在，始终在欺瞒家人。实际上他并没有去世松学校，也没有成为世松的头头。父母听后脸上写满了震惊。
那不是他妹妹的学校吗？父亲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阿刚坦言他已厌倦了打斗，只愿做个普通学生。父亲表示不论他做什么都无妨，但为何要对家人撒谎？阿刚内心觉得委屈，自己怎敢坦白？家人对打斗的态度让他无法坦诚交流。母亲彻底愤怒，为了让他进入世松，父亲每天辛勤工作，他怎能不考虑家人的感受？背上绣着天下无敌的战袍，本是期望他能出类拔萃，并非用来伪装成平民的。母亲要他立刻脱下战袍。阿刚其实只是向往普通学校的生活，情况并没有那么糟，反而是家庭的环境让他背负了太多。阿刚暂时搬至武代家中，阿松不知何时也悄悄跟了过来。三人无所事事，开始涂鸦，自嘲说连大王的画做比自己的还要好。武代的作品虽不敢恭维，却颇具可爱之感。从那天起，阿刚早晨送报纸，晚上在酒吧打工挣钱。他心中有着自己的志向。正巧之前被他哥哥打过的小混混来唱歌，未成年人群按规则不能卖酒给他们，他们开始制造麻烦。家庭聚餐失去了往日的笑声，父母虽装作不在意，却深深关心着他们的儿子。父亲中年后失去了往日风光，他的司机工作被老板压价，处境艰难。被打的那帮人得知阿刚的身份后，决意先对他下手，遭受了又一次殴打。第二天，他们的头目带着一帮小混混前来学校，胖子同学和岛崎也无端受害。校长为了学校名誉，不愿插手学生冲突。等到阿刚匆忙赶到，一切已经太迟。藤田终于明白，传说中的战袍少年就是阿刚。学校即将上演一场大战，全体学生都成了观众。为了保护同学，他摘下了面具，揭示了自己的身份。面对数量众多的对手，阿刚不但没有逃跑，还告诉妹妹，这里是我们的学校，而不是别处。校长一看到世松的人出现，便想要报警，这样一来，学校就可摆脱责任，成为受害者。父母最终从警局将儿子接回，家人心知肚明，阿刚其实无错，不过是身不由己，地撒了谎。父亲逐渐意识到，把未实现的梦想强加于孩子是错误的，今后不必再有过多牵挂，追随内心，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。妹妹泪流满面，她曾以为哥哥不会再回来，只有大哥坚持不认同这样的弟弟，满腔怨气。同学们背后议论纷纷，许多同学因阿刚的原因无辜被打。不仅如此，阿刚的朋友们也成了攻击的目标。阿刚面临无限期停学，毕业成绩未知，校长决定让他退学，理由是他在担任学生会长期间虚伪行事，在背后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平时胆怯的岛崎也忍无可忍，大声反问校长是否听过他哥哥的解释，他为何要身披战袍，为什么要打架？那男人绝不无缘无故挥拳。遭欺负时，旁人只是漠视，只有阿刚挺身而出相救。藤田也感到愤怒，岛崎的话一点也没错，学校的裁决过于仓促，至少应听听当事人的陈述。然而校长已拿定主意，大丸和武代百思不得其解，明明是为守护学校而遭退学。朋友们接连发送慰问短信。次日，全班同学联合罢课，3年级3班34名学生要求学校撤销处分，誓不罢休，直到校方回应，誓言不离体育馆一步，坚决不接受任何协商。辅导老师试图以威胁手段，警告说不参与者将失去推荐资格。旁观老师们看不下去，藤田和朋友决心斗争到底。部分同学因恐惧选择离场，但木野带领更多知情同学加入。大丸在幕后推波助澜，增长辅导老师的敌意，局势急转直下。众人终于明白，阿刚之前的冲突是为了保护学校。发起者藤田与学校谈判更显信心，要求校方取消退学处罚。老师们也为阿刚求情，现在决定权在校长手中，若再这样下去，家长必将介入，警方介入也只是时间问题。武代把阿松送回家中，阿刚仍旧不愿意出访，旁人无权过问，却也不能完全置身事外。大哥对武代大发雷霆，质问他为何喜欢管闲事。武代反问，作为哥哥，难道不因为他感到骄傲吗？阿猛不以为意，武代不再言语，直接挥拳。校方暂时撤销阿刚的退学决定，正式处分将待教师会议后定夺。然而辅导老师无人理睬，妹妹将这一喜讯带回家，详尽无误地告知二哥经过，然阿刚却难以感到欣喜，无颜面对校园。藤田深知男孩自责过甚，出发点仅是守护朋友与学府，真相为大众所知，祈愿未来免于争斗，不愿目睹你再度受伤。刚承诺封印拳脚，那伙混混再度挑衅，大丸与武代分散敌力。阿刚遵守之前的承诺，忍气吞声，不抵抗不还手。大哥释怀，接纳了这个地点，悟出将个人意愿强加于他人只会带来苦楚。